曾被断言只能演丫鬟。四川姑娘谭松韵如何熬成央视收视女王？我觉得吧，在一堆出道即顶流、热搜当饭吃的九十花里，谭松韵这个人特像娱乐圈里走错片场的，家里不硬，背景没谱，不爱炒作，从四川小城一点点熬成收视女王，活成了慢工出细活的活教材，挺拧巴但又特顺眼。说实话，我最早知道她还真不是《甄嬛传》，是几年后刷《最好的我们》，看谭木刷着纯贵人长大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嗨，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啃瓜子的傻白甜小纯儿吗？你看啊，有的人一出道就占 C 位，她是那种从人堆里一根一根往外拔的那种野草型选手。这个姑娘1990年生，在四川泸州叙永县，标准小城娃，独生女，爸妈疼是肯定的，但也不是那种有钱有势的家庭，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。11岁迷上跳舞，非要去四川舞蹈学院，家里人一开始其实挺犯嘀咕的，学艺术这条路，家长哪有不打鼓的，但熬不过他自己那会儿练功压腿疼的直掉眼泪，也不跟家里叫苦，硬挺着。我就觉得这姑娘从小就有股牛脾气的很劲。真正跟表演扯上关系是2005年，那年她15岁，被《好好过日子》剧组选中，演个戏份3分钟的春丽。3分钟是多长？谭木刷2行就过去了的量。但是她自己后来回忆说，那是她第一次站在机位前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这事儿有意思。就是那种世界没变，脑子里突然多了一个要不我试试当演员的小灯泡。谁能料到那个3分钟小角色往后拖了他20多年的人生路。2007年，他真就杀去了北京，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很多人看结果说哇好励志，但我更关心那段北京刚去的日子。四川小城姑娘一下子挤进北电这个名利场预备班，多少人想着红，想着资源，而他那会儿干的活儿就是不停跑组，不停试戏，什么角色都演，丫鬟也接，学生妹也接，台词没几句的也接。有个跟他同时期在北电的同学跟我讲过，说这姑娘不太会混圈子，别人下课去跟老师联络感情，跟制片打招呼，他是那种拍完就窝回宿舍，或者接着去跑场的人。有时候一整天等戏，结果没轮上，他也不急，就默默在旁边看别人走位，看机位怎么调。我就纳闷了，这性格放在现在动不动直播带货，随时营业的娱乐圈，你说能跑多快？结果呢，命运给他开的第一盏大灯是《甄嬛传》。2010年，他还没毕业，就被郑晓龙挑中去演纯贵人，那个被瓜子征服的天真少女方纯义。20岁的演员演14岁的宫廷小女生，按理说容易装嫩尴尬，但她那个啃瓜子的灵动劲儿太真了，眼珠子一转，像从画里跑出来似的，而不是导演从化妆间里端出来的。观众那时候就记住她了，谭木一片好可爱，好想保护她。你想啊，在一堆你争我抢的后宫女人里，纯贵人是那种真不长心眼的，爱吃爱笑，傻乎乎。她演完出圈了，名气也有了，但娱乐圈的残酷点在后面，你被看见了，不代表你能被当人看。说到底，她长着一张太耽误事儿的娃娃脸。行业里开始有人给她下定义，适合演丫鬟，适合演小妹妹，适合演18岁以下。结果几年里，他接到的全是那种存在感不高的配角。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大当家这种剧里，他出现那么几场，你不特意找，他就跟背景板差不多。那会儿他都25了，网上有些评论挺扎心的，说他一把年纪还在演少女甜妹路线，走不过3年。还有人阴阳怪气，说他这种长相注定挑不了戏路。
说实话，换个人早就开始在社交平台发长文反击，上综艺刷存在感了。他倒好，沉下去，继续扎在剧组里干他那点事儿。我有次跟一个资深副导演喝酒，他说了句话挺狠，但也很真实。有些演员是靠一部戏爆的，有些人是靠10年配角练出来的。他点名说谭松韵就是后者。你看他这10年，戏不一定都好，但他在各种小角色里默表演的层次感，镜头只给他3秒，他也琢磨那3秒能不能多演出点东西来。转机是在2016年《最好的我们》这剧豆瓣8.9分，不是吹出来的，是真的拍到了很多人青春期那个酸甜糊糊的状态。他26岁演高中生耿耿，按正常逻辑听着就容易违和，可偏偏他站在教室的那一刻，你很难想到他真实年龄，整个人就松松垮垮，3毛1斤那种普通女孩范儿。我那会儿刷剧，有一幕印象特深，耿耿因为成绩焦虑，在走廊那会儿愣神，他眼圈红红的，很不争气地笑了一下，又立刻低头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这姑娘会演人，不是那种偶像剧女主的完美容，而是把很多东北、华北3线城市中学里的小姑娘的细碎情绪给扒拉出来了。最好的我们火到什么程度？网剧时期就口碑炸了，后面还被央视引进重播，这在青春剧里不多见。他拿了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最具潜力演员，国民初恋的叫法也就这么砸他头上了。你听着挺甜吧，但这个标签其实又是一把双刃剑。娱乐圈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给人贴标签，甜妹、御姐、大女主、很美人，一个个抽屉分好。他从纯贵人一路到国民初恋，外界给他的主标签就是甜。问题是，人不可能一直停在甜品店门口。他自己在一些采访里说过，大意就是演少女不丢人，问题是不能只会演这一种。这句话挺轴的，也挺实在。你想啊，很多年以后，他总得演妈妈，演职场女精英，演镇里干部。他176岁了，总不能还在那儿背着书包跑操场。问题是市场又很势利，制片方看他娃娃脸，就不敢把真正的大女主、年代戏、职场戏往他身上砸。我就纳闷了，脸长的嫌小成醉了，真是醉了。转折点在2020年那波家庭剧热潮，他赶上了。以家人之名里那个李尖尖，把她的上限又往上拽了一大截，从小女孩一路演到成年，光靠一个少女感肯定撑不住。她演的是一个在重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，嘴上要强，心里特缺安全感，那种你再抛弃我，我就冲你笑的倔强，她拿得一清二楚。观众反应也挺真实的，很多人说看这剧的时候会忘了她是演员，就觉得这家真有这么一个妹妹。那一年她拿到白玉兰提名，很多业内人评价她甜妹有演技，这个偏见算是真被打了个折扣。你看啊，有时你不能靠喊口号证明自己，只能用一个个角色把别人嘴堵上。但她没多飘。2021年的向风而航，她演的是民航公司副驾驶程潇，这个角色就完全跟傻甜妹掰开了。你想，民航飞行员这职业，一旦演得不靠谱，观众立刻出戏。她在剧里干练、专业，抬头喊一声起飞，那眼神简直写着我对我的工作负责。这个角色让她拿到首届 CMG 年度突破女演员奖，央视亲自盖章，这含金量很够。还有2023年的归路，她演归小，从学生一路到职场精英，跨年龄跨度拉开了。很多人看完都说，原来娃娃脸也可以演出那种成年人的决绝。她在里面有段戏是大雨里转身离开，那背影一点都不软弱，反而特别冷静。那一下我觉得她已经完全把甜妹的壳子踩碎了。
说到2024年春晚，那是他职业生涯很关键的一笔。据央视春晚节目单和媒体报道，他那年在宜宾分会场亮相，穿一身蜀锦红裙，用四川话跟全国观众拜年，还融了川剧变脸、熊猫这些元素。很多人说他脸上那种真心的开心劲儿，不是我上春晚拉的色，而是我从四川小城走出来，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的踏实。我觉得吧，他这回到四川的那种落地感，对很多在外打拼的小城孩子太有共鸣了。不是谁都有本事在春晚喊家乡我回来了，他就是那种慢慢走，一步一步走回来的人。说到收视，他这2年是真扛得住。各大权威媒体披露的数据里，他主演的多部剧在 CVB 央视索福瑞收视榜上拿过冠军，算上以家人之名归路等，加上后来那部年代励志剧《我的山与海》，他已经坐实了收视女王这个位置。《我的山与海》里，他演从大山里走出去打工的方婉之，年龄跨度30年，从青涩少女演到中年女人，那种被生活捶打过的眼神，她也敢往脸上加。说句心里话，很多人挺怕在镜头前老的。法令纹、眼纹这些在镜头里都逃不了。有些演员守着少女感紧得要命，什么都要打光磨皮。她在我的山与海里明显没有刻意撑起我还是小姑娘的错觉，反而是让脸上那点疲惫、那点倔强都露出来。收视峰值破 3.4， 这种成绩不是营销能砸出来的，是观众真真切切坐在电视机前给的票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现在还在往外拓戏路。媒体报道他有2部待播剧，蜀锦人家是古装女商戏，跟蜀锦女商人家族兴衰打交道，兰香如故更狠，他分饰2角，还牵扯宅斗、权谋这种类型的戏，如果她还是那个甜甜小姑娘，压根轮不到她来扛。现在制片方敢把这种活交给她，很说明问题。我就老琢磨，她这种从15岁群演干到36岁收视女王的路子，对现在很多年轻演员算不算一种另类？你看现在的环境，出道3年没大火，就开始被公司当库存清仓，流量不够就上综艺整活，拍短剧刷存在感。谭松韵这一挂，1年接1-2部正剧，剧组一待就是几个月，也不太爱炒绯闻，社交媒体上发点日常，宣传新戏就没了。很多人说他佛系，我觉得不准。他不是佛系，他是那种特别清醒的慢热型野心。他骨子里是想干长久这行的，而不是赚一波快钱就撤。他知道自己长相的局限，起点的局限，所以压根不赌命运发疯，只赌自己能不能多演几年，多演几种人。话说回来，他也有运气好的一面。赶上《甄嬛传》最好的我们，以家人之名这种口碑强剧，赶上电视台还认收视的年代，赶上观众对演技派慢慢有点耐心。不然你说，光靠一个人硬扛，确实也挺难。不过话分两头说，运气来了，有人接不住，他是那种接住了还顺势往上再走半步的。对普通人来说，他身上最打动我的地方，其实不是他多红，而是他从来不拿岁月静好那套来糊弄人。36岁了，照样敢演少女，也敢演中年妇女。他用作品告诉你，少女感不是非得胶原蛋白撑出来的，而是一个人面对世界时那种不服气、不认命的劲儿。你想啊，一个从大山走出来的打工妹，谁会天天在那儿甜甜笑？她演的是那种再难我也咬牙往前走的少女感，这个东西哪怕50岁的人也可以有。我就纳闷了，为什么我们总喜欢给女演员设天花板？30岁不能再演校园，35岁不能再演恋爱，40岁只能演妈，仿佛年龄是个铁笼子。谭松韵这21年，就是一点点把这些框框拆掉。我可以演丫鬟，
也可以演民航副驾，可以演被初恋治愈的女学生，也可以演在沿海工地风吹日晒的打工女人，可以在小县城的土操场奔跑，也可以站在春晚分会场的舞台上说四川话。说到底，他挺像咱身边那个不声不响但老靠谱的同事。开会时候不砸抢话，汇报也不整花活，但每次交出来的活质量都挺硬。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，比那些天天往领导办公室跑的人，他更让人放心。娱乐圈这个单位本来就已经够吵了，有这么一个安安静静干活，又一步步往上爬的女演员，挺稀罕。所以啊，我一点都不担心她以后会不会过气。对那些靠情绪消费、靠热搜续命的人来说，过不过气是个大事儿。对他这种靠作品吃饭的人，节奏慢一点不算什么。他本来就不是潮水里的泡沫，他是河床里那块慢慢被水打磨的石头，越冲越圆，越冲越亮。反正，在一堆开挂剧本的90花里，我更偏爱这种从四川小城走出来，硬是靠21年从群演熬成收视女王的路线。谁说娱乐圈一定要卷快？有时候慢一点，笨一点，不会营销一点，反而活得更长久。说实话，这样清醒、能扛事儿，又带点治愈气质的女演员，多来几个也不嫌多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谭松韵这人值当被长期偏爱。